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爱情跨越海峡的故事。说起来呀，这几年来，大陆和台湾的婚恋一直是个热门话题，有多少人带着憧憬踏上了这段跨海之旅，又有多少人在文化差异中磕磕绊绊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小文的故事，一个来自上海的姑娘，嫁到了台湾，经历了从抵触到爱上的心路历程。丽姐，我第一次到台北的时候，真的傻眼了。小文坐在我对面，喝了一口乌龙茶，眼神中透露着当年的困惑。我原本以为台湾会比较，怎么说呢？可能没有上海那么繁华，结果台北的繁华程度完全超出我的想象。西门町、信义区那些地方简直不要太时尚。没错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，认为台湾是个穷亲戚。殊不知，台湾的人均 GDP 长期位居亚洲前列，生活品质相当高。台北101当年可是世界第1高楼呢，更不用说台湾的医疗、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相当完善。小文和她的台湾老公阿伟是在一次商务会议上认识的。阿伟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为人温和有礼，说起话来轻声细语，这点一下子就俘获了被上海男生大嗓门轰炸多年的小文的心。阿伟第一次约我，居然是去诚品书店。小文笑着说，当时我就觉得，哇塞，文艺青年啊，在上海约会都是看电影、逛商场，哪有人约会去书店的？然而，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在结婚后搬到台湾生活时才开始的。丽姐，我刚到台湾时简直要疯掉。小文激动地说，台湾人的这些习惯真的让我无法接受。你能想象吗？垃圾车会放音乐，就像卖冰淇淋的车一样。小文无奈地摊手，而且不是随时都能扔垃圾，要在固定时间守在路边等垃圾车来，错过了就只能把垃圾继续放在家里发臭。第1个月我至少错过了10次，每次听到垃圾车音乐都要像疯子一样拎着垃圾袋冲下楼。台湾的垃圾分类制度确实严格，不仅要分可回收、不可回收，连厨余都要单独处理，而且大多数地区没有垃圾桶，居民需要在固定时间将垃圾交给垃圾车，这对习惯了随时扔垃圾的大陆人来说，简直是场灾难。我婆婆简直是省水达人。小文说，洗完米的水要拿来浇花，洗完脸的水要收集起来冲马桶，洗衣服的时候还要计算用多少水才够。我第一次洗衣服用水太浪费，婆婆念叨了我一整天。台湾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原因，水资源并不充足，因此台湾人特别注重节约用水。这种根深蒂固的环保意识，对很多大陆城市长大的年轻人来说，适应起来确实不容易。台湾人也太客气了吧？小文皱眉，第一次去阿伟同事家做客，我带了一盒高档巧克力，对方居然说不好意思，这么客气，然后回赠我一袋水果。我去，我本来是想表示心意，结果反而欠了人情，真是搞不懂。在台湾，人情往来有很多讲究，送礼要考虑场合、对象和价值，太贵重会让对方有压力，太轻则显得不重视。大陆很多地方的送礼文化则更直接，重礼反而体现诚意。这种微妙的差异，常常让两岸人士在交往中产生误会。刚到台湾那会儿，我简直要饿死了。小文夸张地说，台湾菜太清淡了，而且甜口重，卤肉饭、三杯鸡这些名菜，吃起来总觉得少了点灵魂。我是上海人，喜欢咸鲜味重的菜，婆婆做的菜我总觉得像在吃素。回家后，我偷偷加了好多酱油和辣椒酱。不得不说，大陆各地菜系味道普遍重于台湾菜。台湾饮食受日本和闽南影响，讲究原味，调味料用的克制，而大陆很多地区则喜欢浓油赤酱，这种口味差异确实让不少大陆新娘在初到台湾时感到不适应。最让我不理解的是，台湾人下了班就真的不工作了。小文一脸不可思议，阿伟6点准时下班，手机一关，公司的事完全不管。而我在上海工作时，晚上11点收到老板微信是常态，周末加班更是家常便饭。我一开始真的很不习惯，总觉得阿伟不够上进。台湾社会整体而言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比较好， overtime 不是常态，这与大陆尤其是1线城市996的工作文化形成鲜明对比。
这种差异背后其实是价值观的不同，台湾社会更注重生活品质，而大陆部分地区则更崇尚奋斗精神。说到我婆婆，那真是个宝藏女人。小文的表情变得复杂，她既保留着传统观念，又有着超前的想法，简直让我捉摸不透。小文的婆婆陈妈妈是个标准的台湾传统妇女，每天早起准备全家早餐，对家务一丝不苟，对儿子更是百般疼爱。初见小文时，陈妈妈表面热情，私下却对这个大陆媳妇充满警惕。刚开始，婆婆对我有很多刻板印象。小文说，她以为大陆女生都很势利，嫁人就是为了钱。她甚至暗示阿伟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。天啊，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，年薪可是不低的，根本不是冲着钱来的，好吗？然而，陈妈妈又有许多让小文意外的开明之处。有次我和阿伟吵架，我以为婆婆会站在儿子那边，结果她居然批评阿伟不够体贴我。小文惊讶地说，而且她鼓励我继续工作，不要因为结婚生子就放弃事业。这在大陆很多传统家庭里是不可想象的。婆婆通常都希望儿媳妇全职照顾家庭。台湾女性的社会地位其实很高，女性就业率和受教育程度都名列前茅。即使是较为传统的长辈，也普遍认可女性的职业价值，这也是小文没想到的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刚到台湾那会儿，虽然大家都说中文，我却经常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小文笑着摇头。台湾和大陆虽然都使用中文，但用词和表达方式存在不少差异。比如台湾人说猫头鹰叫消头药，土豆叫马铃薯，电脑叫计算机，日常对话中还夹杂不少闽南语和台湾国语特有词汇。有次我在超商问店员洗手间在哪儿，我说请问厕所在哪儿？结果店员纠正我说应该叫卫生间或洗手间，说厕所太难听了。可是在大陆，卫生间才是委婉说法啊。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，更承载着文化和思维方式。小文发现，台湾人说话普遍比较含蓄，喜欢用好像可能等词来软化语气，而大陆人则更直接爽快。这种表达方式的差异，也曾让小文在与台湾亲友交往时闹过不少笑话。丽姐，你知道大陆和台湾夫妻吵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小文神秘地笑了笑，台湾男生吵架从来不会扯着嗓子喊，而是越生气声音越小，最后干脆不说话了。这可把我气坏了。在上海长大的小文，习惯了有什么说什么的直接沟通方式，吵架时声音大一点，发泄完了也就没事了。但阿伟却是典型的台湾男生，内敛克制，有不满会先憋在心里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也只是冷处理，不吵不闹。有一次，我和阿伟为了装修风格吵架，我觉得他不尊重我的意见，火冒三丈的大声质问他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竟然二话不说，拿起车钥匙出门了，把我一个人晾在家里，我简直要气疯了。小文回忆道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台湾男生吵架讲究冷静期，先离开现场冷静，避免冲突升级。这在大陆女生眼里根本就是逃避问题呀。确实，沟通方式的差异是两岸婚姻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。大陆人，尤其是北方人，习惯了直来直去，有话直说。而台湾人则更含蓄内敛，注重面子和情绪控制。这种差异如果处理不好，很容易导致误解和矛盾激化。后来我们找了婚姻咨询师，才真正开始理解彼此的沟通方式。小文说，现在我学会了控制情绪，阿伟也学着更坦率地表达自己。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，但很值得。台湾人的消费观念也太奇怪了吧。小文叹气道，阿伟明明收入不错，却总是买便宜的衣服，开普通的车，甚至连吃饭都精打细算。我刚到台湾时真的很不理解，以为他是不是对我抠门。在物质丰富的大陆一线城市长大的小文，习惯了有钱就要花的观念，名牌包、高档餐厅、豪华旅行都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在台湾，即使是富裕阶层，也普遍崇尚低调奢华的生活方式，不会刻意炫耀财富。有次我们去阿伟高中同学家做客，那个同学家里开了好几家连锁店，家境很优渥，结果他们家的装修朴素的不得了，客厅里甚至还放着老旧的沙发。小文惊讶地说，在上海，这种条件的家庭，装修怎么也得花个上百万吧。更夸张的是，我们去饭馆，几个身价上亿的企业家居然会为了一道菜贵了50元台币斤斤计较。
我当时就想，哎呀，不至于吧，才50元台币，连10块人民币都不到啊。台湾社会普遍推崇节俭美德，会赚钱也会省钱，是受人尊敬的品质。这与大陆，特别是一线城市崇尚的品质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现在我渐渐理解了台湾人的消费观。小文若有所思，与其说是抠门，不如说是理性消费。阿伟不会在衣服上花太多钱，但会在家人健康、孩子教育上毫不吝啬。他们追求的是生活的实质，而不是表面的光鲜。怀上孩子后，我和阿伟的育儿观念差异更是显露无遗。小文说到这里，一脸无奈。小文怀孕后，台湾公婆立刻行动起来，从传统月子餐到坐月子中心，从胎教音乐到婴儿用品，安排的妥妥当当。这让习惯了顺其自然的小文感到压力山大。台湾人对孕期有好多讲究，小文说，不能吃生冷食物，不能提重物，甚至连染发都不行。我婆婆给我准备的孕妇餐，天天炖汤滋补，我都快吃腻了。在大陆，我姐怀孕时根本没那么多禁忌，照样工作到生产前1周。更让小文惊讶的是台湾育儿的科学性和系统性。阿伟买了至少20本育儿书，从怀孕到产后，从辅食制作到早教启蒙，事无巨细全都要学习。小文说，他甚至参加了新手爸爸培训课程，这在大陆真的很少见。育儿通常都是女方和老人的事，男性很少这么投入。孩子出生后，两人的育儿理念差异更加明显。台湾新一代父母普遍接受科学育儿理念，注重亲子互动和自主性培养，而大陆育儿则更重视学业成就和技能培养，竞争意识更强。我想让孩子从小学钢琴、英语，多培养几项特长，未来才有竞争力。小文说，但阿伟却认为孩子首先要快乐成长，兴趣爱好应该自己选择，不应该过早参与竞争。我们为此争论了好久，所幸两人最终找到了平衡点，尊重孩子的天性和兴趣，同时适度引导，既不过分焦虑，也不完全放任。这种中西合璧的育儿方式，反而给了孩子更全面的成长环境。丽姐，说来奇怪，那些曾经让我崩溃的台湾习惯，现在竟成了我舍不得离开的理由。小文感慨地说。经过几年的磨合，小文渐渐融入了台湾生活，甚至开始欣赏那些曾经令他抵触的风俗习惯。现在我竟然变成了垃圾分类达人。小文笑着说，回上海探亲时，看到街上的垃圾随意堆放，我居然浑身不自在。我妈看我把厨余、可回收和一般垃圾分得那么认真，都笑我被台湾同化了。台湾严格的环保制度让小文从最初的抱怨到如今的习惯成自然。他开始理解并欣赏这种对环境负责的生活方式，甚至还把这些环保习惯带回了大陆，影响着原生家庭。以前我总觉得阿伟下班不加班，周末不工作是没上进心。小文说，现在我反而羡慕起这种生活节奏来。大陆朋友还在996加班熬夜，我却已经和阿伟养成了每天晚餐后散步，周末带孩子郊游的好习惯。台湾社会注重生活品质和心灵滋养，这种慢生活理念让小文找到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点。他不再盲目追求事业成功，开始更关注家庭幸福和个人成长。这种转变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台湾最打动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温暖。小文动情地说。小文分享了一个故事，有次他带孩子去公园玩，孩子突然发烧。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姨不仅帮他叫了计程车，还陪他一起去诊所，甚至垫付了医药费。在大城市生活久了，我几乎忘记了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如此温暖。小文说，台湾人的热情和善良是这座岛最珍贵的宝藏。台湾社会保留了许多传统美德，邻里互助、主动关怀在这里并不少见。这种人情味让原本习惯了大城市冷漠的小文感到无比温暖。作为红娘，我见过太多两岸婚姻的甜蜜与痛苦。小文的故事固然美好，但我们也必须正视两岸婚姻中的现实挑战。有些话题，我和阿伟心照不宣的避而不谈。小文低声说，尤其是涉及两岸关系的敏感话题，我们各自有自己的立场，但都懂得尊重对方，不去触碰那些可能伤害关系的雷区。两岸婚姻中，政治立场差异几乎不可避免，
明智的做法是将政治与家庭生活分开，尊重彼此的成长背景和价值观，避免因政治分歧影响感情。有时我会思考，我到底是谁？小文若有所思，在台湾，我永远是大陆媳妇，回大陆，亲友又说我变台湾了，我好像永远都是外来者，无论在哪里。身份认同危机是跨文化婚姻中的普遍现象。小文的困惑正是无数大陆媳妇的共同心声。好在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定位，我既是大陆人，也是台湾人的家人。我的多元背景不是负担，而是财富，让我能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两岸。两岸婚姻最大的挑战之一，就是地理距离导致的家庭团聚困难。尤其对女性而言，嫁到台湾意味着与原生家庭的长期分离。最难过的是过年时，看着视频里渐渐老去的父母，却不能陪在他们身边。小文哽咽道，每次回上海都发现父母又苍老了一些，这种愧疚感挥之不去。为了缓解这种思念，小文和阿伟约定每年至少回上海2次，同时也邀请父母来台湾小住。科技发达的好处是，即使相隔两地，我们也能每天视频通话，让父母看看外孙的成长。小文说，虽不能时时相伴，但心永远连在一起。作为过来人，小文对那些憧憬嫁到台湾的大陆女孩们有几点忠告。首先，不要带着刻板印象嫁到台湾。小文认真地说，台湾不是你想象的富贵天堂，也不是文化沙漠，它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局限，需要你用心去发现和适应。其次，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文化冲击。小文强调，从语言到生活习惯，从价值观到人际交往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，这需要时间和耐心去调整，千万不要操之过急。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心态。小文微笑着说，不要总想着改变对方或环境，而是学着欣赏不同，包容差异。正是这些差异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丽姐，如果要我总结这几年的台湾生活，我会说，那些曾经让我抓狂的台湾习惯，如今却成了我深爱这座岛的理由。小文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。小文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两岸婚姻虽有挑战，但只要怀着理解和包容之心，爱情完全可以跨越文化的鸿沟。正如台湾谚语所说，爱拢赢。作为红娘，我见证了无数两岸情侣从相识、相知到相守的全过程。我想说的是，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，我们血脉相连，文化同源。尽管有差异，但这些差异恰恰是吸引我们相互了解、相互欣赏的原因。两岸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种文化的交融。每一对两岸夫妻都是两岸和平交流的民间大使，他们用爱搭建起连接两岸的桥梁，用包容化解历史的隔阂，用理解开启未来的希望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希望小文的故事能给你带来启发。无论你是正在恋爱中的两岸情侣，还是已经携手走过风雨的两岸夫妻，请记住，真爱没有海峡阻隔，真情不分你我他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